1962年秋，美军的尤尔侦察机从古巴上空划过，并拍下了震惊世界的照片。苏联正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导弹，这些导弹只需5分钟就能精确命中包括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迈阿密等全国范围的大部分城市。美帝举国上下哗然，总统肯尼迪立即下令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古巴导弹危机正式展开。美国部署了8个航母战斗群，包括120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以及13艘潜艇，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的海面上形成了一个弧形，控制了几千英里长的海域，彻底封锁了古巴。苏联的任何舰船都难以靠近。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对峙中，在黑海的奥恰科夫湾有一个秘密军港，4艘苏联潜艇悄悄完成了装载，准备秘密支援古巴。其中1艘编号为 B-59 的潜艇携带着1枚T-5型核鱼雷，威力相当于3枚广岛原子弹。它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北约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到意大利的撒丁岛之间部署了最新型的潜艇水下声波监听系统。为了躲避这些监听水域， B-59只能贴着非洲大陆的边缘缓缓前行。它一路向西，慢慢靠近直布罗陀海峡。在这里，有多艘美国的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在空中盘旋，雷达信号像钢针一样穿透海面。它必须降低航速至3节，并关闭大部分电子设备。整个潜艇陷入幽灵模式，在地中海的咽喉要道中如影随形地划过。进入大西洋后，他们必须面对更严峻的挑战。美国海军在亚速尔群岛一带设置了3重声纳监听网，其间分布着至少4艘美军攻击潜艇，随时准备拦截可疑目标。B-59利用洋流与深水海沟之间的温跃层调整深度至接近最大安全下潜到300米。它如同一枚沉睡的深海炸弹，悄悄穿越了这片死亡走廊。在接近加勒比海时，为了绕过美军的扇形封锁阵列， B-59在夜色与洋流掩护下绕道南下，穿过贝风群岛与特立尼达之间的一条狭窄水道，躲过了美军布置的各种水雷，悄悄进入了加勒比海域。经过长途跋涉， B-59的电力即将耗尽，它已经失去了与莫斯科的通信能力。潜艇内二氧化碳的浓度持续升高，内部温度也飙升到了40多度，很多士兵都出现了昏厥的情况。而就在此刻，一艘巡逻的美国驱逐舰捕捉到了 B-59的踪迹，于是按照惯例开始投掷示警用的训练深水炸弹，意图逼迫它浮出水面或离开。可 B-59早已失联了10几个小时，无法得知这是一种警告手段。潜艇外爆炸声持续不断，潜艇内各种仪表不停闪烁，整个潜艇犹如一座被囚禁在深渊的铁棺。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舰长瓦列里·萨维茨基判定战争已经爆发，他准备下达作战命令，用那枚T-5核鱼雷击沉美军舰队。这是一个足以引爆全球报复、点燃上千核弹头的决定，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在水面之上，世界也正处于核战的临界点。美苏双方都已进入了1级核战备状态，一旦这枚鱼雷发射，地球将迎来至暗时刻。